呆子，我看你险些被那妖怪吃了。说说，要不要你孙爷爷帮你一把啊？那谁用得着你呀？那妖怪眼看着就败了，我再跟他打个3、5回合，我就把他给擒住了。师傅，您说是吧？他这不添乱吗？师傅，您来了。师傅，徒弟们，这妖怪想必是久住在此，又善食水性。如今想擒他，怕是难啊。师傅说的有道理，那妖怪一定是深知水性。若是把他拿了，就先把您驮过去，再饶了他。切，你就吹吧你！那你那么大本事，那你下河把他抓上来，我在这儿保护师傅的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呆子，这水里的勾当我老孙不太熟悉，就算是到里边去闲逛，还得念什么避水咒，太麻烦了。你去吧，啊，你去。是，那我老朱，我当年我是总督天河，掌管8万水师，那我水性倒是不差。只怕那妖怪一家老小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涌上来，那还不把我捉了去下酒去了？嘿，我不去。贤弟，我叫你下水与他交战，但不要恋战。等你把他引上来，剩下的交给哥哥我了。那你刚才不是还吹了好一大头牛吗？啊，哦，现在又靠我老朱了啊？嘿，是不是还得靠我呀？靠你，去吧！啊，师傅，那您老人家多保重啊！什么妖怪？快报上姓名来！我不是什么妖怪，也不是少心无名。你不是邪妖鬼怪，却怎么在此伤生害命？报上姓名！我老朱饶你不死。我乃卷帘大将，只因王母开蟠桃大会，不小心失手打破玉玻璃，被贬流沙河。过路的行人、渡水的渔夫都舔了我的肚皮。虽然你看起来粗糙不好吃，我也将就塞在肚皮吧。你这妖怪，好没眼力！我老朱嫩得很。来，这儿，吃吧！来。
弼马温，你怎么就这么猴急呀？啊！你等我把他引到高处，然后你挡在河边。师傅，你看看这，啊，现在好了，你看看，躲进水里了，再也不敢上来了。他，师傅，这赵文这猴子，他坏了咱们2次大事了。你还不多念几次紧箍咒？你咒他你！闭嘴吧你，呆子！师傅，您不咒他呀？啊？去！师傅放心，带我前去化些斋饭，吃了咱们休息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我再去请他。师傅，我看咱们是上了这臭猴子的当了。哼，什么当啊？那他说去化斋，我看他现在早就回花果山了。哼，哦，对了，还把您老人家这个紫金钵盂一块给拿去了吧？哎，哼，悟空不是这样的人。他怎么就不是这种人啊？他这又说谁坏话呢？猴哥，你回来了！我这跟师傅夸你呢，说你腿脚勤快，回来的快。猴哥，师傅，你吃吧。吃。悟空，我看咱们干脆去你化斋的那个人家，向他打听一个过河的办法，也省得与这妖怪争斗了。师傅，那人家离这远着呢，少说有5、7千里路的，他怎么知道如何过河呢？猴哥，你这又吹牛了吧？5、7千里路，师傅，你怎么回来那么快？我老孙的筋斗云就有10万8千里呢，随便扭扭屁股，就打个来回，这有何难？既然这样容易的话，那你就背着师傅他老人家，只要你点点头，师傅，再这么扭扭屁股，把师傅他老人家背过去不就行了？呆子，你也会驾云，你如何不驮呀？那是，师傅他老人家是凡胎肉体，那是重似泰山，就是我老猪，我驾着云，那我也背不住师傅他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这事儿，猴哥，得靠你那个筋斗。靠我，我的筋斗也是驾云。哼，你驮不动，我如何就驮得动啊？其实要说把师傅送过河并不难，我老孙好歹是个神通，也能办得到。只是师傅要穷力一帮，否则就难脱苦海，这才寸步难行啊！我和你只能尽力保他身在命在。咱们只能做到这些，就算咱们使神通带师傅到西天，到佛祖那儿也不肯把具给咱们嘛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佛祖他老人家想诚心折腾我们是吧？说对了，这西天路上10万8千里，一步一难，一步一妖怪，难呐！师傅，正所谓若将容易得，便坐等闲看啊。我相信佛祖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，都不是白走的。就好比若没有收了8戒，到了这里就真的没有半点法子了。所以面对眼前的困难，无需太恐惧，也不用着急，平常心面对吧。是师傅。
哎呀！师傅，你看，师傅，要不是刚才我老朱啊，你说他能赢得那么容易吗？他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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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太好了，猴哥，要不是我前几次把这妖怪给打累了，你这回擒他能那么容易？好，都是你的功劳，行了吧？要不是你，我早降了他了。你师傅，你们有闲情在这里斗嘴，何不设法渡河？师傅说的对，走，八戒，牵马，拿行李。你看把你给能的！师傅小心！师傅，师傅。阿弥陀观音大师，你来得好啊！我们正想降那妖怪，渡我师傅过河呢。那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卷帘大将林凡，也是我劝化的善信，保护取经之人。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人，他绝不与你争执，断然归顺。哎，你要是下次跟我师傅找帮手，早说嘛！我们总不能每次逢个妖怪都要自报家门一次。哎，再说碰到哪个坏心眼的，别再自投罗网了。真遇上那种妖怪，再做道理。悟空，你把他的妖气打出来，好保护你们西天取经。好好好好好。切。悟净，弟
子参见观音菩萨。你要等的取经人在此，你还不拜见师傅？是。师傅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认得师傅，多有得罪，请师傅见谅。悟净，那个是猪八戒，那个猴头是孙悟空，都是我渡了来保护唐僧取经的。你果然愿意诚心皈依我佛吗？你看，弟子承蒙菩萨教诲，指河为姓，其法名沙悟净，岂有不从师之理？这天底下又多了个和尚。多谢师傅。师弟沙悟净参见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师弟多有得罪，请两位师兄见谅。我老猪肚大能容，赋予他一般见识。呆子，来，起来吧，悟净。悟净啊，师傅。悟净，你祭禀加持，不必续烦，就把你那9个骷髅穿在一处，按9宫布列，却把这只葫芦安在当中，就是法船一条，可渡唐僧过流沙河界。是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呀，师傅，这天色已晚，今夜在哪儿歇歇啊？出家人餐风宿水，卧月眠霜，随处皆可安歇。哎呀，泥地上硬，夜里露水重，怎么好睡啊？师傅睡的，你还睡不得？猴哥，你走在轻上，哪知道别人累啊？这一向爬山过岭，肚里饥饿，早就饿死人了。我看还是找个人家，一来化些茶饭，二来养养精神。呆子，你这番话是抱怨了啊？这本来嘛，这饿了就要吃，累了就得睡，便是人之常情。想从前我在高老庄，行了行了，你少在这抱怨了。我劝你死了心吧你。猴哥，这我那是心疼沙师弟。你看他挑了那么重的担子走了1天了，一定是累坏了他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我没事。你傻呀你！啊，帮你说话呢，怎么就木头木脑的，也不懂搭腔啊你？八戒，你进入了沙门，就该吃辛受苦，这样才做得徒弟嘛。哼，一样磕头拜师，偏偏你是徒弟，我跟沙师弟我们就是长工啊。哼，总之我老孙只管师傅好歹，你跟沙僧专管行李马匹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嘿嘿，猴哥。嘿，我们哪敢使唤您呢？嘿，您是齐天大圣啊，是不是？这心高气傲，我哪敢让你挑担子呀？嘿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看这白龙马高大肥壮，只驮了师傅他老人家一个人，这怪可惜的。我就想吧，多放点行李，这不也算咱们兄弟情深吗？他可是西海龙王的3太子，只为犯了天条，才被玉帝贬下来。给师傅做徒弟，取经折罪，这都是人自己的功劳，你抢什么呀？他是天上的龙，那龙有的是上天入地的手段，翻江倒海的神通，他行吗？他走得比我老猪还慢呢，哼，哪像条龙啊！真是。你想让他快是吧？好，我让他快给你看。猴子，快点，师傅！慢些跑，别惊了师傅啊！师傅，您说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来的这么大宅院啊？哎呀，这么大的庄园，不像是普通人家居住的。你看，
里面有仙气呢。啊，仙气，这可比我老丈人家那个大2倍呢。你怎么又想娘子了？我就知道你这么说，我就是打个比方。好了，悟空，你就先去打听打听吧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谁呀？妖怪！妖怪！哎，老婆子，别跑别跑！我不是妖精，我是和尚。为何擅自闯我家门？我是奉旨到西天拜佛求经的，路过此地，看天色已晚，特向老菩萨这儿借宿一宿。真是和尚？确是和尚，却是4人。是师徒4人。快请进来吧。多谢老菩萨。请喝茶。山野地方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请诸位长老见谅。啊，客气。敢问女菩萨高姓？贵地又是什么地名？此地乃是犀牛贺州，小夫人娘家姓贾，夫家姓莫。看见了吗？是4位长老，就是4位长老。那个女菩萨，你是没了丈夫，一个寡妇啊？哎，不是我一人寡妇，连带我3个女儿都是寡妇。一门全寡，你家运也太不幸了。可不是嘛，前年我丈夫疾病身亡，接着就是大女儿、2女儿，小女儿的丈夫一个个都没了，没奈何，他们只得回到娘家和我这个老太婆守着。幸好家资还算丰厚，我们母女4人的日子还过得去。万般皆是因果，女菩萨莫太伤心啊。其实，女菩萨，我看你年纪也不老，你的女儿呢年纪也不大，不行啊，守不住就改嫁吧。哎，八戒，我这徒儿口无遮拦，女菩萨请莫要见怪呀。不怪不怪。说句不怕笑话的话，我们母女也想再嫁，可外面都说我们是命中注定无夫，嫁一个克一个，嫁2个克1双，没人敢娶。况且我也舍不得这份偌大的家业。这没人娶，又嫁不出去。嘿，女菩萨，我看不行，就招个女婿吧。那可不，我也跟几个算命先生打听过，他们都说我们母女4人是同命，命中无夫，说我们一定要找那种命中无妻、无家无业的男人才可做女婿，白头到老。这事儿你算问对了，八戒是行家。不是，二师兄，你以前是做媒的吗？谁做媒了？嘿，我可不是做媒的啊。我就是给别人当了3年的上门女婿，不过自从随了师傅做了和尚，现在也没了娘子了。哎，这可倒好。我说你们3个都出来吧。是。见过4位长老。有礼。好，退下吧。是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做和尚的正是命中无妻又无家无业，
却又恰好是4人，正合了算命先生所说的。这是天意安排，要你们师徒给我们招为女婿。对，是天意呀，要不然……阿弥陀佛，贫僧发愿要往西天取经，心中再无二念。说句不怕笑话的话，我们母女也想再嫁，可外面都说我们是命中注定无夫，嫁一个克一个，嫁2个克1双，没人敢娶。况且我也舍不得这份偌大的家业。这没人娶，又嫁不出去。嘿，女菩萨，我看不行，就招个女婿吧。那可不，我也找几个算命先生打听过，他们都说我们母女4人是同命，命中无夫。说我们一定要找那命中无妻、无家无业的男人做女婿，才可白头到老。哦，这事儿你倒问对了，八戒是行家。不是，二师兄，你以前是做媒的吗？谁做媒了？嘿，我可不是做媒的啊！嘿，我就是给别人当过3年的上门女婿。不过自从随了师傅做了和尚，嗨，现在也没有娘子了。啊，这可倒好。我说你们3个都出来吧。是。见过4位长老。有礼有礼。好，都退下吧。是。哎呦，你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做和尚的正是命中无妻，又无家无业，却又恰好是4人，正合了算命先生所说的，这是天意安排，要你们师徒被我们招为女婿。对，是天意啊，要不然这……阿弥陀佛，贫僧发愿要往西天取经，心中再无二念。可我听说取经路途遥远，高山险阻，满地瘴气，毒蛇猛兽，凡人肉身难以抵挡。还有谣言说，吃了大唐取经僧人的肉，可以延寿长生。这一路上，千万妖怪都摩拳擦掌，等着吃唐僧肉呢。这倒不怕，有我们兄弟3人，我师父是不会被吃掉的。就算经历重重困难，到了西天取了经，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利益众生，圆满心愿。可众生谁又感激你呢？大凡人劳碌了一辈子，不都图个富贵逍遥、好吃好睡的？我家有下一辈子都使不完的金银。你师徒若肯回心转意，招赘在韩家，夫妻相伴，共享富贵，却不强如往西劳碌。我辈出家人，岂以富贵动心，美色留意呀？真可怜，出家人有什么好？女菩萨，你在家人又有何好处啊？长老，我讲给你听。四季有应时的新衣，有高楼广宅安居，什么用的呀、吃的呀，都取之不尽。睡软榻，盖灵被，花烛下，其乐无穷。在家人享受荣华富贵，有吃有穿，儿女团圆，固然是好。但我出家人，专心修为，外物不生口舌，身中自有阴阳。待功德圆满，明心见性啊，却胜过在家贪吃血食，老来落得一身臭皮囊啊！破和尚无礼！若不看你东途远道而来，就该轰你出门。我可是真心实意招赘你们师徒4人为贤，你却言语伤我。就算你受戒发愿永不还俗，可你这3个徒弟未必有你这心肠，难道我便招他们不得？可问他们3人之意？哎，我可不当什么女婿，我要是不做和尚，还回花果山当我的大王呢。谁稀罕做女婿？八戒，这事儿还得你来。
我不是那种人，这那个，沙师弟啊，要不然你和师傅他老人家待的时间短，还没生出感情，要不然你就留下。我不要。蒙菩萨教诲受了戒行，蒙师傅收我，又成教诲，跟着师傅还不到2个月，未得半分功果，我怎敢贪图富贵啊？我绝对不会做这欺心之事的。对。诸位长老都不肯留下，来人，在，请4位长老到外厢歇息。是。师傅，这你看看你，沙师弟，这都怪你，你没事招惹什么女菩萨呀？你看看，连顿斋饭都没混上。没饭吃，你去给人家当女婿，天天吃饱饭。这师傅，我可没说您啊，我是说，一定是我老周饿得眼睛都花了，都怪师傅。你说你逞什么口舌之能啊？哎呀，快把我老周给饿死了！我找点吃的去。长老，长老一定饿了吧？我给您备了些斋饭，请快些品尝。下去吧。是。谢女施主施舍，我不饿。贫僧还有晚课要做，女菩萨请便吧。长老何必那么急着下逐客令呢？况且这又是我的家，我想留便留，想走便走，不是吗？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哦，感情长老还在生我娘的气呀。不如我为你舞上一段，当做赔罪。长老，我的舞跳得如何呀？你不看我，是不是因为你怕看了我，就守不成戒，做不成和尚了？若是我说错了，那你就抬起头来，仔仔细细的看看我。长老，你说我美是不美？美或不美，贫僧无以相告。出家人不打妄语，所以你这是不敢说出实话。在贫僧的眼中，你与一具白骨无异。一具白骨，美或不美啊？哼，你这和尚，就是不回答我的问题。
凡肉眼所见，皆非实相，是以无话可答。皆非实相。长老，可是我这个人，就这么活生生的在你面前，看得见，也摸得着。那你说，那怎么会不是真相呢？阿弥陀佛。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。罢了，还在念经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好和尚，一心不乱，竟还记得念到何处，接着念下去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？小女子年少丧夫，落了个夜不成寐的病灶，还请你帮我治治病啊！我是一个和尚，不是郎中，我不会看病。你一定会的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请女菩萨自重。你不是出家人吗？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呢？我要跟师父去西天取经的，请女菩萨不要纠缠我。西方有什么好的？你非去不可吗？我不知道有什么好。我师父要去西天取经，我是他徒弟，就一定要跟他去。看来你对你师父倒是一片赤诚。可万一半路你师父死了，你可怎么办啊？有大师兄在，永保师父平安到西方。那如果你师父他讨厌你，把你赶走，那你又该怎么办？小长老，还是听我一句劝吧，留下来跟我一起共享荣华，这才是最聪明的。你赶快给我出去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真没想到，世间竟有如此大胆的女子。哎呀，不好，师父有危险！沙师弟，我说，你这大半夜的舞刀弄棒的干什么去啊？哎呀，二师兄，不好了，这一屋子的女人啊，全是妖怪，咱们快去告诉大师兄吧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哼。大师兄是火眼金睛，这是人是妖一眼便知，他都没说什么，你紧张什么呀？真是的！哎呀，你也不仔细想想，寻常人家的女子哪有这么大胆的？她们肯定是妖怪，说不定是要吃师傅肉的妖怪。哎，我这刚刚明明抱的是一个，怎么又变成蜡烛了呢？二师兄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哦，对，你说的太有道理了。要不咱问问那猴子，商量商量。对，找大师兄去。走。哎呀，你看那死猴子长得那么丑，我看上他已经是他的福气了，一点都不温柔，不解风情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活该一辈子当和尚。这蜡烛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，二师兄，你看，也有女人到大师兄房间去了。哎，有没有女人去你房间呀？三根蜡烛。当然了，我全把他们给轰跑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我老朱不是那人。什么蜡烛不蜡烛的？我跟你说，
这些女人即使不是妖怪，也居心叵测。我们应该去保护师傅啊！你管那么些是干什么呀？你看好你的包袱，师傅是有那臭猴子管的。你这……哎，二师兄去哪儿啊？我去喂马，我去吃草，我去点蜡烛。这沙师弟有人要，就连那雷公脸的臭猴子也有人要，就我老祝没人要。哎呀，还是我家翠兰好啊，不嫌我丑。哎，那长老只懂得念经念经，没有半点情趣，不讨人喜欢。就是啊，还有那沙和尚，呆呆傻傻的，像个木头一样。至于那个孙行者，满身满脸都是毛，东挠西抓的，光看着都发痒，谁能跟他同睡一床啊？师傅他们一个个都被挑剔了，还没说到我老朱。我再听听他们是怎么说我老朱的。那你们到底选中哪个了？母亲，我觉得那个肥头大耳的朱长老挺不错的，可爱。姐姐，你可别跟我抢，我也喜欢他。你们都别跟我争，我非嫁他不可。是我先看中的。不行，我要嘛！哎，你们，我要，我是姐姐。母亲，你看看嘛。好了，都不要争了，也不要抢了，我还得先问人家朱长老愿意不愿意呢。我愿意呀，我愿意，愿意。母亲看看呀，笑死人了！愿意。不是都喜欢我吗？怎么都走了？小长老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娘，我是上院里去放马去了。怎么叫起娘来了？我入赘到你们家，您老人家不就是我娘吗？还不知道你师傅肯不肯放你出来呢？我师傅他老人家是奉旨取经，不敢有违君命。不过我们这事儿啊，我师傅他老人家说了，只要我们愿意留下，我师傅他老人家就放人。不过在兄弟面前，不太好应承。既然如此，你再与你师傅商量商量，不难堪便招了你吧。那娘，这师傅他老人家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，这做与不做不在他，不用商量了。那也好。但是我3个女儿争你一人，我得再与他们商议商议，免得伤了姐妹之情。好，那就有劳您老人家了。大师兄，你回来了。恭喜师傅，贺喜师傅，我们今天有喜酒喝了。喝谁的喜酒啊？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八戒放马了？是放马。我把马交给他女婿了。这嗨，要说什么来着？这头疼。你看，师傅，女婿想跟您商量点事儿。这嗨，什么女婿？徒儿想跟您商量点。有话直说吧。商量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想给人家当女婿啊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老朱是那种人吗？你不是那种人。刚才你跟那老婆子说的多好听啊，连娘都叫了。你让师傅给你做个男亲家，女菩萨给你做个女亲家，我老孙给你做个保人，让沙师弟给你做个媒人。你呀，今天是黄道吉日，拜别师傅，去给人家当女婿吧。胡说！我老朱，我就不干那种勾当。呆子，你快答应吧，别跟着装蒜了。你快答应，我们好吃喜酒，捞点好处啊！你看你这是。朱长老，怎么样？阿弥陀佛。朱长老跟你师傅商量好了没有？是。女菩萨来的正好，这头猪拿去当女婿啊！拿去。师傅，
你给评评理，猴哥这是冤枉我呀，他这是逼良为婿呀，师傅。八戒，你既不愿当和尚，为师也不强求，你就留下来当一个富家翁吧。那，哎呦，师傅啊，我是冤枉的，冤枉徒儿了。师傅啊，这么些年，你还不了解我老主吗？师傅。哎，这个那个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又不是大姑娘头次上花轿，赶紧去吧。俗话说得好，使命难违。师傅，你老家多保重啊！娘，咱走。娘，您慢点啊！慢点，慢点，娘。师傅，娘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还有，先不送入洞房。娘，您老人家喝茶。娘，您看这堂也拜了，这亲也谢了，您看这三位姐姐哪位招给我呀？她们三姐妹争吃不休，也没个定论，我不好做主。又怕她们怪怨我。娘啊，要不然这三位姐姐都招给我吧，省得他们吵闹不是？你也够贪心的，一个人要占我3个女儿。娘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不是为了咱家的安宁和睦吗？我倒有个想法，你把这盖头顶在头上，蒙着脸，撞个天婚。我叫女儿们从你身边走过，你抓到哪个就配给你。嘿，都依娘的话。那好，真真爱、连连都出来撞天婚吧！来啊！我也来了，我来了，就是你，我来了，别跑！疼死我了！我来了！几位姐姐都是属鱼的，这么滑溜。朱长老，你身子胖，跑不动，倒怪我们姐妹滑溜。就是啊。好，看不起我老朱，我就抓一个给你们瞧瞧。我来了！我抓！摔死我了！明明是3个姐姐，怎么像成千上万一样啊？我都眼冒金星了，我！哎呦，我娘啊！娘啊，这些姐姐们都太乖滑了，我一个也捞不着啊！我。她们姐妹相互谦让，不肯招你，是怕伤了其他姐妹的心。那，哎呀，哎，娘啊，那3位姐姐要是不招我，娘，您就把我给招了吧。没大没小，羞也不羞。我倒是还有个法子啊。她们姐妹3人各结了一件珍珠嵌锦汗衫，你若穿得进哪个就招了你。好，那把3件都给我穿上啊！我都招了我。那好，你们3个把锦汗衫都拿来吧。来啊！你干什么呀？朱长老，你可仔细了啊！
悟净，悟空，我们怎么睡在这里呀？哎，师傅，是不是有妖怪啊？悟能呢？哎，大师兄，你笑什么呀？不是妖精，不是妖精，是菩萨。啊？菩萨。瑶池王母不思返，南海菩萨请下山。普贤文殊皆是客，化成美女在林间。圣僧有德还无俗，八戒无缠更有烦。从此静心须改过，若生怠慢路途难。哎呀，原来是王母娘娘、观音、文殊跟普贤菩萨。哎呀，大师兄，你早知道啊！昨夜到此，见山庄隐隐泛着锐气，定是仙佛显化，但不知是哪一位呀？哎，那你不早说，害得我整夜担心师傅的安危。嘿，说了，那八戒还能当得成女婿？是悟能，走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看，你这呆子，给人当了女婿还不起来谢亲，怎么绑在树上，成何体统啊？要不是我老猪喜欢在这儿玩耍，是这妖魔鬼怪他们捉着我老猪。哎呀，二师兄，那不是什么妖魔鬼怪，那是4位菩萨在考验我们师徒4人啊！呆子，你给菩萨当了女婿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师傅，你快救救我吧！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就是把我老猪，把我胳膊打折了，我也跟师傅一心一意的上西天取经。既立定志向，须一心向前，莫再生异心呐。可是你说这些菩萨也太狠心了吧？啊，他变成美女来考验我老猪，这不是难为我老猪吗？八戒，菩萨此举也不尽是为难你的。俗话说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美人难过金钱关。但凡是人，也难以逃过财色这2个字的诱惑。哎呦，师傅啊，我猴哥在花果山当山大王的时候，这财这根本就不在乎我的。至于这色嘛，这石猴，这根本就没那根筋。呆子，我是石头猴，那吴净也是石头鱼啊！他自然不是石头鱼，反正沙僧是傻头鱼，他哪知道财跟色呀？我是不知道财和色，但我知道保护师傅到西天取经。师傅，我求求你了，先把我放下来吧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！说的好听，要没咱大师兄在，凭你的本事能保得了师傅吗？要没我在，凭你的心眼儿，能保得了师傅吗？呆子，话真多。师傅，怎么了，猴哥？诸神走兽，给我听真！齐天大圣在此，把路给我让开，让我师傅一路好走。你老就慢点啊！悟空，现在已经过了晌午，为师饥饿难当。这样吧，你去化些斋饭，让我们吃过以后再上路吧。师傅，您老人家，您真是活菩萨，知道我们这走了1天了，这也是心疼我老猪啊！呆子，少说废话！我看这山不太平啊！
哎，这谁说不太平啊？这山清水秀的，哪来的妖怪呀？这俗话说山高必有怪，岭峻却生金。我看这山，确实有些妖气。你得了吧，猴哥，这大白天的，哪来的妖怪啊？嘿，师弟，你看出来了吧？他是想耍滑偷懒，不去化斋。师傅，您老人家可别听他的，他是拿妖怪这吓唬您呢。师傅，您咒他。您拿着紧箍咒咒他2回，他就老实了。这憨货，好生照顾师傅，带我去查看查看。哼，您看看，把他给能的，哼。居然打听到唐僧的下落，真是大造化呀！夫人，这下您就可以吃到唐僧肉了。早听说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，若是吃他一块肉，便能长生不老啊！就连您那半张脸都够了，不必说下去了。但是有一事要小心，保护他的3个和尚，一个是天蓬元帅下凡，一个是卷帘大将军降世，还有一个是……是什么人？快说，别吞吞吐吐。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吉田大圣。悟空。怎么了，夫人？你认得他？王子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除了能让我离开白骨洞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好消息。你难道就这么想离开吗？我已经把你住的地方照着王宫的样子全都搬过来了。你觉得烦闷，我也抓个人来陪你。你还要我怎样对你好？我想的只是要得到自由。我痛恨我父王对我的约束，但是我更痛恨被你关在这个洞府。我想自由的来去，我想回宫里看我的母后。也许现在可以了。这么说，你愿意解掉我身上的诅咒了？还要我说多少次你才明白？我没有在你身上下诅咒，你要想走，随时可以离开。你还要骗我多久？10年了，打从你救了我之后，10年了，我就是走不出这个洞府。只要我一离开超过10步，我这胸口就痛。也许是你天生心脉有病，又正好被毒蛇所咬，所以才会发病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我就可以到处散步透气？为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虽然我是个妖精，可我也不知道天地间所有的事情。
要真的那样，我早就得道成佛了。那你说我可以离开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一直认为是我对你下的诅咒，可我却认为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缘分，是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起的。夫人，你救了被毒蛇咬伤的我，我视你为我的救命恩人，就只是这样。就因为我是妖怪，所以你一直很怕我，对吗？我不怕，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害过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我的这张脸，如果我能变成真正的人样，你就会喜欢我，就会愿意带我回宝象国见你的母后。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奇怪，可要变成现在这样的美人并不困难，我只是不想骗你。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是你不明白我更想要的。你不就想要自由吗？我想给你自由，但我必须先弄好这张脸。不过现在我有希望了，你等着我，不会等太久的。嘿，怎么不见悟空呢？难道是走漏了风声不成？悟空不会暗算，他只会当头打人，他肯定不在这儿。可天蓬元帅跟卷帘大将也非善与之辈，待我先戏他们一戏，看看如何。师傅，有人来了。你看，少师弟，猴哥回来了，这头回来了，给我留俩大的。去，师傅，大师兄说过，这方圆百里没有人烟，为何突然冒出一个单身女子来？恐怕是个妖怪吧。少师弟，你别老胡说啊！妖怪有这么漂亮的吗？这，带老猪给你们化些斋饭来。哎，二师兄，女菩萨，贫僧有礼了。啊！哎呀，你别怕啊，我就是长得丑了一点，鼻子大了点，但我心眼好啊。你提的是什么呀？原来是位长老啊，失敬失敬。我这篮子里装的是些素包子，这坛子里是些小米粥，正准备出门斋僧还愿的。哎呀，这呀，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！你说咱肚子一饿，这就有女菩萨来斋僧了。八戒，我们一路走了上百里，也未曾遇到一人，哪有这么巧碰到斋僧的？就是，这无巧不成书嘛，是不是？师傅，您看这女菩萨，这香喷喷的大素包子，您看着您不馋呀，师傅？是猴哥是去摘桃子去了，就算摘回来，那东西也就猴子爱吃，咱吃了还胀肚呢，师傅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师傅，啊，女菩萨，你府上在何处居住？有何心愿来此斋僧啊？师傅，此山叫做白虎岭，正西山下就是我家。
我父母在堂，看经好善，广斋远近的僧人，只因家中无子，所以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养老送终。你有父母在堂，又有夫婿在家，为何一个人在此荒山野岭里行走啊？长老有所不知，我丈夫带着几个客子在北山坳中锄田，我这些东西就是奴家煮的午饭。只因家中清贫又无使唤，父母又年老多病，我只能亲身送去。正遇到三位在此，想到父母好善，故将此饭斋僧。若不嫌弃的话，不嫌弃。请站住！后退，离我师父远些。奴家好心好意，想不到碰到你们这些不通情理的和尚。哎呀，你看这，女菩萨勿怪，他们二人心眼还没长全呢。他们不吃，我吃。八戒，师傅，你能不这样吗？善哉善哉，多谢女菩萨美意。我的大徒弟已经去摘果子了，我们用果子充饥，你丈夫他们也不饿肚子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啊？女菩萨，赶紧送饭去吧，省得凉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是，哎呦！